作为系列首款登陆 PS 平台，也是首款运用 3D 图形开发的游戏，《太空战士7》于1997年发售。当时正值游戏行业从2D 向3D 过渡的时代，以欧美厂商为主，开始大量开发 3D 游戏。Square 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希望可以创造出相比之前的 FF 系列更加生动的角色和故事。尽管利用新技术可以为游戏展现出全新的面貌，但同时也面临着来自最新技术的挑战。身为本作导演的北濑加范，在看到个人电脑游戏 Body Boxing 后，对他带来了极大的新鲜感，认为今后游戏的发展方向就是画面3D 化。其实最初本作并没有打算使用3D 技术制作，早年间有公布过2D 画面的《太空战士7》概念图。本作的开发团队中，负责游戏背景的质量有佑对游戏进行3D 化持反对态度。身为制作人的坂口博信也经常与北濑加范为此而争论。最终在北濑加范的努力说服下，确定了本作的开发方向。最初，野村哲也为本作构思了一个与魔女战斗的故事，可由于开发经历过一次重启，而且坂口博信已经有模仿都市的构想，所以魔女的内容被放弃，而这部分内容被后来的 FF8 所采用。在太空战士6的开发结束后，第一开发部继续为 SFC 开发 FF7，但由于这期间要去辅助超时空之钥的开发，所以团队被解散。这之后，为了 SFC 后续机种的 Nintendo 64重启了开发，但由于 N64放弃使用 CD-ROM 作为媒介，因此这款基于大容量媒体的游戏必须转到使用 CD-ROM 的机种上。因为 CD-ROM 除了售价较为低廉，在遇到追加出货的时候，也可以迅速压制游戏。当时的索尼和世嘉两方都积极与 Square 进行接洽。Square 最终选择了3D 性能更优越的 PlayStation。SCE 除了在技术上的帮助，在广告上也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在确定加入 PS 阵营的1995年末， Square 旗下的各类游戏均在这一时期开始开发。根据坂口博信最初的构想，游戏的故事发生在纽约，有一栋被探照灯照射的摩天大楼，主人公与搭档尼古拉斯一起进行爆破行动，一名刑警对爆破案的凶手展开追捕。后来，摩天大楼的概念准备为模仿都市，并确立了星球的生命这一主题。借助 CD-ROM 巨大的容量，实现了大量的 CG 过场演出，加强了叙事性。世界地图和战斗场景全部采用 3D 描绘，城市与地下城等则采用预渲染的 CG 图片。通过魔石来装备各种能力和魔法。游戏中还有多个迷你游戏，如陆行鸟赛跑和滑雪板等。然而，制作面临的困难也不少。由于 CD-ROM 加载时间较长，程序员不断进行优化，让游戏始终在后台加载数据，调整数据布局，以缩短搜索时间等各种方法来减少玩家对读取时间的感知。BGM 数据也被压缩到不影响加载时间的程度，所有曲目的大小都控制在300 KB 以下。1995年 ，Square 将桥本和幸招入公司，作为 CE 专家，在他的指导下解决了许多制作上的难题。1995年公布的 FF6 概念 CG 也是在他的带领下制作的。另外，从本作开始参与的神原干脸先生，也为预渲染影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向老员工传授了各种技术。当年第一时间接触到本作的玩家中，应该都对开场疾驰的列车无缝衔接到游戏这段场景感到非常震撼。而这个点子就是由坂口博信构想的。因为处于从2D 向3D 的转型时期，作为导演的北濑加范从没有过类似的工作经验，也因此提出过许多现在看来不合理的指示。比如，在制作好某场 CG 动画后，突然有了其他的想法，便向负责 CG 制作的人员提出变更的要求。虽然在游戏界这是理所当然的状况，但在 CG 业界却不同，因为在当时，即便是只制作1秒，也要花费数百万日元的成本。于是，在游戏的预渲染 CG 动画中，角色有时是3头身，有时是正常比例，这是一段让北濑加范刻骨铭心的失败经历。野村哲也在1991年作为应届毕业生正式加入 Square， 最初的工作是对 FF4 进行 debug， 从 FF5 开始参与设计怪物，在当时，怪物设计一般被认为是新人的工作，直到 FF6。野村哲也除了怪物设计外，也开始参与一些角色的设计以及其他内容。
在 FF7 开始制作的同一时期，高桥哲哉开始了 Xenogears 的企划。当时有找到野村哲也，希望他能加入这个项目。于是 FF7 的未来加饭、Xenogears 的高桥哲哉、野村哲也三人打算进行一个小型会议，主要讨论野村哲也去哪儿项目。大家刚落座，还没有正式开始时，坂口博信突然进入房间，扔下一句：“阿哲是 FF 那边的。”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议也因为坂口博信的一句话结束了。本作角色的极限技和召唤魔法效果也是由野村哲也负责。极限技是从野村哲也在 FF6时设计的必杀技发展而来的系统。野村哲也也从本作起正式成为 Square 的人设画师，一直以来负责系列人设的天野喜孝，从本作起只提供概念插画。负责背景美术的质量有佑是在 FF6 制作中期入社并参与制作。FF7 是他第一款全程参与的游戏。在 FF6 中，由他设计的犯罪者城市佐佐镇，类似欧美游戏的色调，给北濑加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当时预感今后游戏的色调应该会更加偏向欧美风格，这可能也是北濑加饭选择质量有佑担任背景美术的原因之一。在本作之前的太空战士没有专门负责剧情的编剧，一般都是由策划者自行编写，但从本作开始，是以野岛一成为核心进行创作。野岛一成是在《圣王传说》开发完成后，被坂口博信拉入 FF7 的团队。最早作为 Date East 的职员，负责过《海龟丽丝的荣光3》的剧情，后来加入了 Square。本作是野岛一成进入 Square 后全程参与的第一款游戏。因为在完成《圣龙传说》后，野岛一成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休假，假期结束回到公司，当时开发的大方向已经确立。他本以为这种超大作需要召开正式会议决定内容和方向，可令他意外的是，游戏内容都是在走廊、厕所、吸烟室之类的地方渐渐成型的。在编写剧情时，一般都是由野村哲也等人先提出想法，北濑加饭将这些总结成文本内容，最后交由野岛一成加入台词。除了更改剧情编写流程，游戏的剧情内容上也打破了 RPG 的固有观念。据野村哲也回忆，当时回到公司，经常会发现游戏剧本中出现之前没有的内容。各个开发部门经常在未经上层允许的情况下加入自己的私货，幸好有北濑加饭和野岛一成把控整体走向，才不至于让剧情变得杂乱无章。完成本作的开发后，制作团队也意识到不能再以过去那种混乱的方式开发新游戏。除了本职工作，野岛一成和北濑加饭都亲自有参与角色动作的制作。虽然有很多因为效果不佳而交由专门负责的人员重新制作，游戏初期包括魔荒炉的电梯中巴雷特的动作就是由北濑加饭制作的。负责本作音乐的直从伸夫最早是以兼职的身份参与 Square 的游戏编曲工作，而当时的 Square 还只是一个类似于同好会的社团组织。在1986年的某天，他被告知 Square 要正式作为一个公司进行运营，并邀请他加入成为正式社员。入社后，身为音乐负责人的他自此参与了 FF 系列等游戏的编曲工作。多年后的采访中，直从伸夫提到，在 FF7 中创作决战曲目《独一的天使》所花费的时间是最长的。因为想做出与前作最终 BOSS 战不同风格的曲子，他每天早晨到公司后就一边想着蔡菲罗斯，一边想旋律。大概2-3周后，将这段时间构想的旋律组合在一起进行编排，最终完成了这一系列中的人气曲目。可当时公司内部对这首曲子评价并不高，表示最终战应该用更加壮烈的曲风。不过在直松伸夫的坚持下，这首 BGM 才得以保留。游戏的开发费用达到了4000万美元，宣传费用4000万美元，合计共8000万美元。这是当时第一开发部制作过的游戏中开发费最高的一款。动用了150到200名开发人员，汇集了参与过《超时空之钥》和《浪漫沙加》系列等社内所有人才，开发历时1年以上。此前的 FF 系列发售间隔大约为1年，而本作则是距前作发售后2年10个月后发售的。因为当时正在开发的《超时空之钥》遇到困难，坂口博信将开发团队重新整编，把开发 FF 的第一开发部和其他部门的人员调动到《超时空之钥》的开发组进行辅助开发。此外，开发平台的变更也是影响开发进度的要因之一。1996年2月12日，在周刊少年 Jump 上首次公开，在同一周的周刊 Fam 通上也刊登了专题报道，主要强调了将在 PS 上发售、3D CG 过场、分为2CD、定价5800日元等内容。坂口博信也对外宣布，
今后 Square 的所有主要作品都将转移到 PlayStation 上，原本预定是在当年年末的12月发售，延期到1997年的1月末。同时，从原来的2 CD 变更为3 CD， 售价也从之前公布的5800日元提升到6800日元。即使是这样，游戏的售价也只是 SSC 前作的一半。当时 SSC 一款1万日元的游戏，任天堂会从中抽取4000日元的分成，而 PS 则只需要800日元。再加上 SCE 在流通渠道上的改革，自设生产 CD 的工厂，让 PS 游戏价格得以大幅降低。同期 ，Square 也成立了株式会社 DigiCube， 主旨在便利店销售包括 FF7 在内的游戏软件。1996年发售的格斗游戏 Turbo No. 1作为 Square 插入 PlayStation 的第一款作品，游戏特点附赠 FF7 的体验版，由参与过 VR 战士和铁拳开发的石井精一负责开发，角色设计由鸟山明负责。游戏的销量为70万套。次年的续作 Turbo 2的特点则是 FF7 中的 CG 过场合集。兵器制造企业神罗公司发现了名为魔幌的新能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并通过掌握魔幌获得了巨大财富，迅速成为巨头企业，掌握了世界的主导地位。然而，魔幌本身就是星球的生命，若继续吸取下去，将导致星球的毁灭。对此，反对神罗公司的激进组织雪崩展开了行动，试图阻止神罗公司的魔幌炉运作。雪崩成员提法遇到了青梅竹马前神罗 Soldier 克劳德，并提议他加入雪崩。克劳德最终决定加入魔幌炉的爆破行动，并在经历种种事情之后，与神罗及其背后更强大的敌人进行抗争，为了星球的命运而战。在 Remake 版中，对神罗公司的设定进行了完善。根据野岛一成的描述，年轻时的神罗总裁生活在一个世界各地纷争不断的时代。神罗公司在当时只是一间为大型武器公司代工生产的小工厂，期间也开始研究自己的技术和新式武器。当时的神罗总裁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在公司内部备受尊敬。通过游戏中的神罗展厅，可以看到当时员工们的合影。当时的神罗就像是一家小型作坊式工厂。随着公司的发展与技术积累，神罗公司发现了可以利用生命之流作为能源的技术。面对这一跨时代的技术，神罗的母公司却要求向上转让，神罗公司人员一致反对这一要求。为了保护神罗，开始与母公司发生冲突。随着冲突的升级，作为原本就能制造武器的公司，神罗开始组建自己的部队，神罗总裁也从此开始变得极端。最终，神罗公司成长为匹敌国家的企业。另外，游戏中的魔幌都市米德加尔虽然看起来繁华且富足，但城市中几乎没有绿色植物，因此爱丽丝卖的花可以算作是奢侈品。太空战士7发售后，获得了来自全世界的赞誉。因为没有和海外玩家交流的机会，所以北来加饭并不清楚游戏在海外的实际受欢迎程度。直到多年后 FF10发表，在参加世界各地宣传活动时，遇到许多手持 FF7索要签名的粉丝，才切身体会到游戏的受欢迎程度。这也让他第一次感到了成功的喜悦。本作的全世界累计销量超过1400万套。作为将 3D CG 与游戏融合的次世代 RPG， 对游戏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 PlayStation 的超大作，对硬件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1997年发售3天就达成200万套的销量。PS 主机的销量也在本作发售后迅速增长，在同年年底达到了日本国内1000万台的成绩。Square 加入 PlayStation 后，与任天堂进行了彻底切割，而这一举动对业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公司也纷纷投入 PS 阵营，引领市场多年的任天堂自此衰败。被激怒的生内普社长多次在公开场合对 Square 和 FF 进行批判。2001年 ，Square 希望能为 GBA 开发游戏，而任天堂方的条件是必须为 NGC 开发 FF。直到2002年，生内普卸任社长后，两家公司的关系才得以修复缓和。时隔5年，开始再次为任天堂的主机开发游戏。同样在1997年，本作发行了国际版，之后的移植版都以这个版本为基础。1998年还在北美发行过 Windows 版。即使是日式 RPG 没有什么市场的欧美地区，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 ，FF 成长为世界范围的主流作品。当时任天堂的社长山内普曾批评 FF7，表示在这种高开发成本下没有盈利空间，在全球最大的北美市场根本不会被得到重视的。然而实际情况是
即使在当时 FF 系列总销量只有约50万套的欧美，北美的预订数量就高达90万套，欧洲45万套。截止到 FF8 发售，FF7 的全球累计销量为724万套，创造了全球范围内 FF 系列最高的销售纪录。Square 从中获利300至400亿日元，至今仍然是日本制作的 RPG 中销量最高的作品。日版封面设计从本作开始改为简洁的白底色加标题，也成为之后 FF 系列的传统，直到 FF15 才有改变。而美版封面还是以角色为主的设计。北版太空战士的排序与日版不同 ，FC 版的 FF1 与 NES 版相同，但美版的 FF2 和 FF3实际上是 SFC 上的日版 FF4 Easy Tech 与 FF6，从本作开始统一了系列顺序，并延续至今。而在欧洲，本作是第一款发售的太空战士游戏。在这些海外发行的版本中，据说西班牙版的翻译质量极差，几乎无法正常游戏。2001年 ，Square 曾公布要将 FF7之9重置到 PS2 的计划，除了画面与音乐的强化，还会有附加要素。可由于2001年上映的 CG 电影《太空战士：梦境实录》的失利，令 Square 遭受巨额损失。除了取消重置计划外，身为副社长的坂口博信也引咎辞职。当时的 SCE 为陷入经营困难 ，Square 注资149亿日元，成为 Square 的第2大股东。2003年与 Enix 合并，成为现在的 Square Enix。2004年推出讲述 FF7之后故事的影像作品《太空战士7：降临神子》。此后 ，FF7的衍生和补完作品陆续发售。2005年，在 E3 上展示了在 PS3 上即时演算的 FF7开场部分，不过当时对外表示没有商品化的意愿。不过最早在 PS2 上开发的 FF13以这个 demo 为契机，改为在 PS3 上开发。2015年 ，Square Enix 对外公布了共分为3部的《太空战士7》完全重制版。在当时的日本，之前的 FF 系列游戏知名度在普通玩家当中并不算高，但本作通过新闻节目和各大报纸对游戏的革新性等进行的报道，让本作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度。在 SFC 的鼎盛期，曾担任发米通通信编辑长的方村，在看到《太空战士7》的 demo 后大为震撼。为了今后可以报道关于 PlayStation 的游戏，特意将杂志名称从发米通通信改为发米通。由于转向用户年龄层较高的 PlayStation，成人玩家和休闲玩家的数量大幅增加，甚至受到当时演艺界名人的追捧。FF 系列的销量之前一直落后于日本国民级 RPG《勇者斗恶龙》，但通过本作在海外取得了《勇者斗恶龙》无法实现的成功。此后 ，FF 系列在海外市场一直处于领先位置。除了游戏本体，游戏攻略书的销量也高达170万册。除了游戏媒体的高评价外，《勇者斗恶龙》的制作人枯井雄二也对游戏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从本作可以看出 ，FF 正在向可操作的电影这个方向靠近。由于平台变更，游戏内容发生巨大变化，不少系列老玩家和游戏媒体对本作有所质疑，其中也不乏批评的声音。一级愿光和范野贤治等业内人士都在杂志上发表消极的评论。其中的一级愿光对本作之后的几乎所有系列作品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一时期的 Square 对其他公司开发者的挖角非常严重。当时 Square 发售的游戏类型丰富多样，从射击游戏到麻将游戏都有涵盖。以地之始祖而闻名的范野贤治，曾在游戏批评杂志上对 FF7 的图像提出过劝告性的评论，但在 Square 挖角问题被爆出后，对 Square 转变为敌视的态度。游戏批评杂志用4页的篇幅刊登批评《太空战士7》的评论文章。朝日新闻也多次刊登游戏批评主编等人对游戏故事批评的文章。反观海外，《太空战士7》的推出，将日式 RPG 这个受众较小的游戏类型一举提高到海外最受欢迎的游戏类型之一。日本游戏产业的产值在本作发售的1997年达到了5833亿日元的顶峰。前作 FF6 的图形主管高桥哲哉，为了追求与 FF7 不同的发展道路，参与了由第3开发部制作的 Xenogears。在 FF7 中，有一段克劳德喃喃自语的场景，台词在最后有提到 Xenogears。第3开发部最初的计划是制作《超时空之钥2》，但因为高桥的加入，游戏变更为 Xenogears。本作在画面表现上与 FF7 正相反，采用全3D 背景。2D 点阵人物，本作也是 Square 第一款加入人声语音的 RPG 游戏。
由于没有保存 PS 版 FF7 的源代码，因此在推出 Remaster 的版时，交由曾经移植过1998年 PC 版的英国 Edis 公司进行 PC 版的逆向工程。在某场景中，会低概率出现名为 Test Zero 的迷之怪物，在他受到伤害时，会说出好疼呀、抱歉啊、别打了之类的台词。尽管 HP 很高，但击败后可以获得大量经验、AP 和金钱。本来这是游戏测试用的怪物，但 bug 导致其出现在游戏中，在后来的国际版中被删除。在 FF9 中，游戏初期飞空艇坠落后，乘坐飞空艇的乐团为了振奋士气所演奏的曲目，是 FF7 中的卢法斯欢迎仪式。在林德布鲁姆的武器屋内，主角基坦看着墙上的武器，会说出好像曾经有一个手持巨大武器的刺猬头，而这个刺猬头是谁，不言而喻。寄生都市初代中区域选择的场景，地铁站的广告牌上是天野喜孝绘制的 FF7 中克劳德和爱丽丝的插画，没有特别说明的话，应该没人能看出画的是什么。另外，在 FF10-2 中也有关于 FF7 的彩蛋。本期在尽量不剧透的情况下，希望能让喜爱 FF7 或是对 FF7 感兴趣的玩家能够了解关于本作的开发及杂谈内容。作为我接触的第一款 PS 上的日式 RPG， 虽然不是第一时间玩到，但 FF7 当年带给我的震撼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第一次感受到 3D 画面的强大，20多年后的今天再看原版，反而发现许多地方远没有记忆中那样美好。不过现在的重制版，在我看来总体还是非常棒的。除了感觉有部分剧情注水外，其他各方面都让我感觉良好。以上就是本期关于 FF7 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能分享自己与太空战士的回忆。我们下期再见。2024年2月，刚好是太空战士8发售25周年。虽然目前并无该作的重置计划，但作为导演的北莱加范表示，假如本作重置的话，首先就要把战斗系统重做。不过就现在来说，重置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他知道以现在的技术重置像 FF8 这样庞大的游戏，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他估计，假如重置 FF8 的话，可能会需要比 FF7 多1倍的时间。通过这次的重置， Square Enix 已大致可以估算重置过去平台作品所需要的时间与预算上的花费，因此即使太空战士7重置版取得成功，也不能确定会对其他作品进行重置。如果喜欢 FF8 的玩家也不必太过失望，参考 FF7 的重置版，也许再等10年 ，FF8 的完全重置版就会公布吗？